这是厦门的劳务市场，每天凌晨4点都挤满了找工作的人，他们背着行囊，揣着希望。当我好奇地询问他们为什么每个人都背一个包，他说：饭水。那你们身上每个人背的都是饭啊？没在外面吃东西。你看5星商户这一整栋，天哪，都倒闭没开了。这一排的话都是关门的。厦门曾厝垵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游客都不爱来了？现在呢是厦门的冬天，那你看这里的店面也像冬天一样，一整排都已经关门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熬过这个寒冬。福建厦门虽然它不是中国最大的城市，但在经济中一直都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厦门贡献了福建省相当大一部分的 GDP， 并且是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关键枢纽，特别是在电子、物流和机械领域。厦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，因为它靠近台湾，还有台商经济的支撑。可是你敢相信吗？现在厦门的人越来越少了，而且很多人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这并不是危言耸听，一起去看看。厦门的中山路到底怎么了？连开了50几年的金店都倒了，关门，还是关门。那些我以为永远不会关门的店也关了。我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中山路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厦门的人都去哪儿了？大家是不是过完年后都没来厦门了？以往周末的时候，我觉得民发的人是特别多的，就比如说像这边的车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平时可能都没有车位了，但是你看今天大周末啊，还有车位，还有空着，说明什么？人少了。我感觉厦门热不热闹，我们这些开实体门店的是最清楚的。感觉现在厦门同安区真的人口流失了很多。刚刚路过一个停车场嘛，然后这边停车场停了1、2辆车啊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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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！这么大个国家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整个是一个栏杆国家，到处不就是个石头，不就是个铁架子，全是这玩意儿。哎呀，真生活在这个城市啊，压抑死了，真压抑。厦门目前的现状，你听到肯定会吓一跳。新年过后，厦门500多万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很多人消失了。有人说，今年厦门至少少了几十万人，他们离开厦门不来了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总之，现在各个城中村人少了，马路上的汽车明显也没去年那么堵了，不知道人都去哪里了。很多外来人员都还没找到工作，店面很多都在转让，很多空店面出租，很多公司都不招工了，甚至在裁员。小公司趁着去年过年就直接关门倒闭了。今年的工作特别难找，很多失业的中年人都跑去跑外卖、跑滴滴了，卷到这些行业也不好做了。厦门房价一直降价，有的降价降到10年前了，还是卖不动。因为很多有钱人都看得明明白白，不高消费，不投资了。他们觉得不投资就是赚钱，内卷已经变成正常现象了。
现在整个市场行情很不乐观，很多超市都开不下去了。你看看招工市场现在都没什么人，找工作的都很少，都是一些大龄工在找，除了招工的就是一些大龄工或者是宝妈啊，都没什么人。厦门的工资太低。这原来是一家棒棒肉，前面这家原来好像是个什么蹄花吗？是啥？哦，这个就是蹄花，现在生意不太好。旁边这个羊杂碎估计也不太行。倒闭！这里是厦门湖里万达，是万达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厂子。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条金街有哪些店已经倒闭。这个美蛙鱼头蜀道宝倒闭，宁香林柠檬茶倒闭，做冰激凌和瑞士卷的门店，现在店铺转让都不叫旺铺转让了，叫晴姐。厦门的中山路金利影城4月1号就关门了，这里有没有你们的回忆呢？你们这个店租出去了吗？哎，你们原来是做水果是吗？不好做是不是？你们开多久啊？半年。你看东西都拉走了。之前我住这个楼上，人还挺多的。你们之前租多少钱啊？就是14000多，都没降。现在降一点点也没用。14000多，都是给房东打工啊？没人留。没人留。刚才那个老板跟我讲，现在生意不是很好做，一下子就把我劝退了。厦门又一家小商品百货倒闭了，选品选不好，马云来了也白搞。现在大家都在网上买东西，谁还到线下店消费？倒闭了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什么情况。这边是大兴这里，哇，它还是打开的，没有关。看看，我的天哪，里面还挺亮。这边是一个前台，看前台这里人去楼空，还挺大，这里面它才有分区图啊。厦门最大的烂尾楼啊，在这边这么多年都不搞起来哈，太浪费了。这边就是厦门最大的鬼城银花商业广场，白天现在都没人，晚上还勉强有一点人。这边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商业综合体，在02年的时候花了7点几个亿才盘下它，到07年才正式营业。这5年我预估总造价应该不低于20个小目标。今天从环岛路一路走来，现在走到厦大这一边，真的是路上是真的没人了。我拍了几张照片，真的是叫空无一人。旅游真的是没救了吗？有网友说，他小区里去年新买房的小夫妻不停地在换工作、找工作。今年房贷还不上了，下岗对个人影响真的太大了。福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，在民企上班的下岗都是个常态。以前大家工作没贷款，现在是没工作还有房贷要还，而且房价还在跌，抵押物价值都低于欠款。网友表示，福建厦门、泉州以前都没有这么消极。从2023年春季开始，福州多个大桥接连开启连跳模式。从那时候到现在，身边想不开的人越来越多。现在这波降价潮可能降了2万多。这是多大的房子？100多的。100多的。都是上千万一套。我的天啊，那他这一套赔下来赔200多万呢？300万左右，300多400万的。现在厦门买个大面积的一套赔个500万也很正常啊，贬值500万也很正常啊。我的天呀，厦门这边有这么多的无人别墅啊，这都没人要吗？这不谁捡到就是谁的。他这个别墅感觉都好豪啊，它不是一般的豪，是相当的豪。看一看，好像都是3、4层的，这边也是，里面的绿化还不错啊，而且
这怎么还有开车的进来啊？这好像是送货的，所以这里面是有人住的吗？以后厦门至少有一半的二手房都会彻底没有人要，而且呢，现在的挂牌量还在一个劲儿的往上涨。毫不夸张的说哈，目前呢，厦门二手房挂牌量已经突破了6.5万套了。这里边呢，有一大半的房子根本呢就没有未来，买了就是彻底的砸在手里边。上午10点13，看这个同安区这边最大的商城之一呀，这边现状，这底下好像都没什么人啊。这外面这好久没开，10点多还不开吗？他这个难道是半夜才开街吗？就是下午之后才开街，这边全部空的，再往前面人都没人。这里写着正在升级。我带大家了解一下下面的餐饮哈，目前现在是凌晨1点29啊，这里是下面的一个夜市啊，大家看一下。这种都是低端经济的啊，摆摊摆烂，吃的人啊还不如摆摊的多这样子。又一个工厂毕业了，人去楼空了，工人的工资怎么算？找谁拿？2026年开年就倒了，怎么搞？就在这个月，福建某工厂也宣布了停产，1000台 CNC 也没活干了。难道现在真的无人问津了吗？现在制造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原材料嘛就蹭蹭的往上涨，什么贵金属、铜啊、锡啊，涨得比较凶吧。你的房租、你的工人工资到月底的话，你不能拖要付吧。还有一些开发的新客户，你辛辛苦苦的给他做订单吧，回款吧，可能最少要不半年甚至1年都有。表面上工厂天天忙不赢，财务报表也好看，但是你的银行卡呢，1年忙到尾啊，永远是个负数。这是现在很多制造业工厂的真实写照。大事不好啦！咱福州的鼓楼区啊，又一家培训机构倒闭啦，所以这2年真的生意太难做啦。如今，福州长乐区江田镇的云南廉价打工团销声匿迹，大量的外来打工者都走了。福州还发生很多起恶性刑事事件，都以讨薪讨债为主。沿海地区外贸没了订单，福州长乐区、湖南镇航城一带几乎所有的3代4代百年老纺织城全部倒闭，周围商家全完了。原先那里可是几万人的繁华小镇。有网友表示，福州的法拍房更是严重。2019年法拍房只有几千元，从2023年开始井喷，现在听说是几万元。有一些企业资不抵债，也会出现突然几10套房上法拍系统。淘宝上打开阿里法拍，每天可以看到一大堆都在上。很多法拍房里面，法院给的文件，屋里面还住着人。这是我们宜兴工厂，今天机器停了，不转了，不是坏了。去年我们还雄心壮志，今年要干多少冲多少。现在刚刚过了年有1个月，回头一看，这些豪言壮语现在都成空谈了。有人说月底至少1/3的纺织厂会停工，你觉得夸不夸张？我觉得毫不夸张，可能还不止1/3。因为前2天我们在群里聊起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做纺织的同行嘛，都是说再这样下去呢，基本上都得停。如今整个纺织业处境尴尬，原料成本上涨，客户却坚决抵制涨价。以当前订单为例，每米布成本上涨6毛，但织厂原本利润仅有2毛，意味着每做1米就要倒贴4毛。若试探客户能否接受5毛涨幅，得到的往往是直接拒绝生意，接还是不接？接意味着亏损，不接客户明天就被同行抢走，进退两难之下，工厂陷入停工，怕丢客户，硬扛又怕倒闭的窘境，整个行业都在愁云惨淡中煎熬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！现在到处都没有事情做，今年在外打工真的太艰难了。好多人从年初来到现在还在拖着行李箱，从
广东、上海、江苏、福建、浙江来回的窜，今天说这里好，明天说那里好。其实对于普通打工人来说，到处乌鸦一般黑。今年不但找不到事情做，即便找到事情也是做一天休几天。泉州不是没有游客哈，早上的8点50分，游客还是很多的。那好了，有些大的品牌啊，它都撑不住，这是为啥？要转让啊！这么好的位置，距离钟楼也就100米吧，啊，130米顶多。为什么这个店铺要转让呢？实在想不通。大家能给我说说吗？为啥他要转？赣州的朋友福利来了，投了几十万，开了半年不到的超市，老板实在顶不住了。受超市老板委托，4月2号开始，我们花几天时间将超市全新的设备物资现场全部白菜价便宜处理掉。我们实体店跟淘宝到底输在哪里了啊？一套咖啡机11800，对吧？我们都已经卖到了1万块钱了，便宜了1800了，我们已经卑微到尘土里面去了。我们就说少赚一点，薄利多销啊。然后客户还在说，你再给我便宜1000，要不然你跟淘宝没有差多少钱，我凭什么跟你买？我的天呐，有没有开实体店的人啊？你们买咖啡机是不是也是开实体店的老板们啊？我们自己不团结，你要说我比淘宝贵，那是我活该，对不对？我比淘宝便宜了2000，总共就1万出头一点的东西，你告诉我凭什么？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